作为销冠的我，只是在工位上喝了杯奶茶，便惨遭空降总裁开除。半月后，当我带着项目出现在对手公司后，小江哥，江店，小王求你回来，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在办公室吃火锅都行。呵呵，不好意思，已经有公司以100万年薪招我了，你还是继续守着你的公司，等待破产吧。故事还要从2天前说起。除了我办公室里所有人都在埋头干活，我却翘着2郎腿喝快乐水，在峡谷里大杀特杀。Defeat。哎，又输了。老李，你行不行啊？说好你能带飞我，怎么这都能输？哎，小江，怪我，高低那波我不该嘲讽的。就在我对着老李吐槽游戏战绩时，人事部的小陈来到我工位边上道：“江哥，游戏结束啦。”我看着他，挑了挑眉，懒洋洋应了一声：“有什么事？”那个王总有事要找你，在经理办公室等你。小陈压低声音，朝着公司走廊尽头那个新挂上总经理牌子的办公室努了努嘴。我一口快乐水差点喷出来。王总，那个空降不到1个月的傻逼，他信奉制度高于一切，见不得我这销冠的散漫作风。我每次看见他，都觉得他全身写着3个字：不服我。爷，那傻逼找我有什么事？我可没迟到，也没耽误业绩啊。小陈尴尬地笑了2声，用手推了推我的胳膊，小声提醒：“江哥，他最近在抓工作纪律，他好像看到你刚才。”他指了指我那瓶还有1半的快乐水和手机屏幕。我无所谓的耸耸肩，将手机塞进裤袋，拎起我的快乐水。行吧，那就去看看这位王总，我怎么给他的规矩买单。我对着小陈笑了一下，但那笑容里带着一种不加掩饰的自信。我绕过工位，走向走廊尽头，路过 Jason 的工位时，那小子正埋头看着文件，但从他微微颤抖的耳朵和嘴角那抹压抑的得意，我就知道肯定是这货把我举报了。随后我推开经理办公室的门，走了进去。王总坐在桌后，头也不抬，手指敲着桌面。知道为什么叫你过来吗？他的声音冷得像冰，试图用这种姿态压制我。我晃了晃手中的可乐瓶，以玩味的语气道：“请王总指点。”王总终于抬起了头，眼神扫过我手中的可乐瓶，随即落在我脸上。江13，公司是创造价值的地方，不是你家客厅。在工位打游戏，喝这种饮料，成何体统？你把公司规章制度放在哪里？话毕，他手臂交叉，靠在椅背上，试图展现权威。我只是笑了笑，喝了一口快乐水。王总，我的上月业绩报表占部门总额48%，没有我这所谓客厅作风，部门1半的业绩都得趴我。规矩是死的，钱是活的。我盯着他，笑容不变。王总猛地拍了桌子，站了起来，脸色涨红，怒吼道：“放肆！业绩不是你藐视纪律的资本。Jason 怎么就那么规矩？他工位整洁，态度端正，那才叫职业。”随后我忍不住笑出了声。Jason， 您是说那个连续半年业绩垫底，全靠帮领导拿快递买咖啡刷存在感的 Jason？ 王总，公司花钱到底是买一个听话的木偶，还是买能下金蛋的鸡？哪怕这鸡偶尔叫2声，喝点可乐，但他至少真的能下金蛋。话音未落，我手臂一挥，将手里那罐还没喝完的可乐咚的一声重重顿在实木办公桌上。王总难以置信地瞪着桌上的可乐罐，又猛地抬头看我，气得手指都在发抖。你强词夺理，纪律才是公司的基石。你这种害群之马，我必须杀一儆百。哦，杀一儆百。王总，您打算怎么个杀法？我轻蔑地笑了。王总呼吸急促，显然是没料到我会如此直接顶撞。江13，你不仅公然违反公司纪律，还态度恶劣，顶撞上级。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你被开除了，立刻马上给我收拾东西滚蛋！王总猛地站起身，双手撑在桌面上，几乎是咆哮出来。我面对他的暴怒，反而收敛了笑容，眼神冷了下来。我慢慢拿起桌上那罐可乐，又喝了一口，才不紧不慢地开口：“好啊，王总，记住您今天的话，也希望您别后悔。”说完，我不再看他那张因惊怒交加而扭曲的脸，转身拉开门，在同事惊讶的目光中，潇洒地走了出去。开除我很好，等这艘船开始沉没，等你发现你那些规矩和木偶救不了命的时候，我会让你知道今天这个决定代价有多大。我正慢条斯理地将桌上的绿植、定制茶杯和几本专业书籍放进纸箱。办公区里一片诡异的寂静，所有同事都假装忙碌，但眼角的余光全都聚焦在我身上。这时 ，Jason 端着刚刚冲好的咖啡，迈着轻快的步子晃了过来，脸上是毫不掩饰的得意和假惺惺的惋惜。江哥，你说你这是何苦呢？跟王总硬顶，吃亏的还不是自己。以后啊，这上班还是得守规矩，像我就从来……他话没说完，总经理办公室的门砰地打开，王总站在门口，脸色依旧铁青。他没看 Jason， 而是直接盯着我，或者说是盯着我正在收拾的东西。王总声音冷硬，带着命令式的口吻：“江13，你可以走，但是你手里所有关于 A 类到 D 类核心客户的资料、联系人信息、项目进度表，必须全部留下，那是公司的财产，你无权带走任何一份。”他特意强调了公司的财产，仿佛我带走任何一张纸都是窃取。Jason 立刻在一旁帮腔，语气谄媚：“对，王总说的对，那些客户资源可是公司的核心机密，你必须交出来。”我停下了手中的动作，缓缓直起身，目光先是掠过一脸小人得志的 Jason， 最后落在试图
图维持最后威严的王总脸上，我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笑了。从纸箱里拿出一个普普通通的黑色 U 盘，轻轻放在桌面上。我语气平淡，却带着一丝戏谑。王总，您说的那些公司财产，包括客户的家庭住址、他们孩子的生日、夫人的喜好、个人的健康状况、关键决策人的脾气秉性和最近关注的领域，所有详细到令人发指的行为偏好与需求分析报告，都在这里面了。王总和 Jason 的目光瞬间被那个小小的 U 盘吸引。按照保密协议，我确实不能带走，现在物归原主。我将 U 盘递了过去，王总几乎是抢了过去，紧紧攥在手心，仿佛握住了救命稻草，脸色稍缓，甚至隐隐露出一丝赢了的表情。我看着他如释重负的样子，轻轻笑了一声，继续说道：不过王总，容我多嘴一句，客户认的是我江13这个人，不是我存在 U 盘里的那些冷冰冰的数据。您拿着这份财产，最好祈祷您和您的新团队。我刻意停顿了一下，目光意有所指的扫过 Jason， 能看得懂，并且能用得起来。说完，我不再理会王总瞬间又变得难看的脸色和 Jason 僵住的笑容，抱起我的纸箱，环顾了一下这片我奋斗了2年多的地方，对着那些偷偷关注这里的同事们洒脱地笑了笑。资料给你们了，接下来就看你们如何用这些死的东西去对付那些被我当成活朋友来相处的客户了。祝你们好运。然后我头也不回的在一片复杂的目光中走出了办公区。王总特意召集了销售部全体会议，他站在投影幕布前，脸上带着一种近乎亢奋的喜气。Jason 像贴身侍卫一样坐在离他最近的位置，腰杆挺得笔直，脸上洋溢着得意。各位，我知道昨天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是这对于我们团队而言并非坏事，反而是一个契机，一个彻底清除散漫风气、树立规矩、迈向真正专业化管理的契机。随后他挥舞着手臂，身后的 PPT 投影出加粗的艺术字：新秩序、新气象、新征程。过去我们过于依赖某些个人的所谓能力，忽略了团队协作和标准化流程，这本身就是不健康的。从今天起，我们要彻底告别那种不可控的玄学式的销售模式。王总目光扫过全场，试图捕捉认同的眼神，但大部分人都低着头盯着自己的笔记本。随后王总清了清嗓子，声音洪亮道： Jason 将会全面接手之前由江13负责的核心客户。我相信凭借 Jason 的严谨态度和对公司纪律的恪守，再加上我们即将推行的更科学、更系统的客户管理流程，业绩不仅不会下滑，还会迎来新的高峰。Jason 适时地站起来，对着众人微微鞠躬，脸上是标准化的充满使命感的笑容。我一定严格遵守公司制度，带领团队用专业和规范的服务赢得客户的认可。他说的慷慨激昂，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坐在销冠宝座上的样子。王总满意地点点头，最后总结陈词，语气充满自信。我希望大家明白，公司离开了谁都能赚，而且会赚得更好、更稳。我们要用事实证明了，靠体系、靠纪律，远比靠某个不守规矩的天才更可靠。未来是属于在座每一位恪尽职守的员工的。会议在一种略显空洞和诡异的气氛中结束。王总志得意满地回到办公室，看着桌上那个从我那里缴获的 U 盘，仿佛已经握住了胜利的钥匙。江13，你看到了吗？没有你，太阳照常升起，你的那些客户很快就会被 Jason 用更专业、更规范的方式接手。然而，王总不知道的是，真正的风暴已然在乌云背后酝酿。Jason 意气风发地坐在原本属于我的工位上，面前摊开着那个缴获的 U 盘里的客户资料。他深吸一口气，按照王总要求的标准化流程，首先拨通了最大客户李总的电话，语气充满了前所未有的自信。李总您好，我是接替江13的 Jason， 王总指派我全面负责与您的业务对接。关于我们正在进行的项目，我这边有一些优化的想法，希望跟您约个时间详细沟通。电话那头沉默了2秒，随即传来李总明显不悦的声音：江13，让他跟我说话。Jason 笑容僵了一下，赶紧解释：李总，江13因为违反公司规定，已经被辞退了，后续由我为您提供更专业、更规范的服务，我保证。李总随即直接打断，语气冰冷：辞退？谁允许你们辞退他的？我跟他谈好的条件，签好的意向，你一个陌生人打个电话就想接手？王总是不是脑子不清醒？你告诉他，江13不在，之前谈的所有合作全部暂停，等他搞清楚了再来找我。Jason 举着话筒，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只剩下茫然和一丝恐慌。周围的同事虽然低着头，但竖起的耳朵和偶尔交换的眼神，已经将这个消息无声地扩散开去。这个消息像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坏消息接踵而至。前台将电话转到王总办公室，是张董秘书冰冷而公式化的声音：王总，张董指示，原定下周的签约仪式无限期推迟，贵司在未进行任何有效沟通的情况下，单方面更换核心项目负责人，这种缺乏稳定性和专业度的行为，让我们需要重新评估此次合作。技术部
部主管几乎是冲进了王总办公室，脸色煞白。王总，不好了！创辉系统的后台维护蜜月和核心参数只有江13知道，现在他们的服务器出现临界故障，我们完全无法处理。对方技术总监已经在电话里骂人了，说如果我们半小时内解决不了，就要按照合同追究我们的重大违约责任，索赔金额是500万。王总坐在椅子上，刚刚还在志得意满，此刻却被这接连的噩耗冲击得支离破碎。他试图保持镇定，但握着钢笔的手指关节已经捏得发白。很快，刘经理拿着一份刚打印出来的墨迹还未干的紧急报告，脚步虚浮地走进来，声音都在发抖。王总，初步统计，李总、张董、创辉、鼎盛这6家最核心的客户已经全部明确表示暂停合作或要求无限期评估，直接影响的是下季度近2000万的预估营收，这还不包括创辉那边可能面临的500万违约金索赔。什么？怎么可能？不是有江13给的客户资料吗 ？Uson 干什么吃的 ？Jason 脸色灰白，支支吾吾道：“王总，虽然是有江13给的客户资料，但是没用啊！他们都说只认江13。”每一句话都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王总的心脏上。他感觉办公室的空气瞬间被抽空，一阵眩晕袭来，办公区里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恐惧地看着总经理办公室那扇紧闭的门，以及门外面如死灰的刘经理和 Jason。就在王总试图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危机公关时，那部红色的直通集团董事长的专线电话如同索命梵音般刺耳地响了起来。王总浑身一颤，几乎是扑过去抓起话筒，声音干涩嘶哑：“董事长。”电话那头，董事长没有任何寒暄，声音低沉得像暴风雨前的闷雷，蕴含着怒火：“王振华，我不管你现在用什么方法，24小时之内去给江13磕头认错，把他给我请回来，把所有客户关系给我恢复原状。如果做不到，你就不用来上班了。集团的脸和你个人的职业生涯，今天就算彻底到头了。”听筒从王总手中滑落，掉在半空晃荡着，他僵在原地，脸上最后一丝血色也褪得干干净净，冷汗瞬间浸透了他的后背。随后他茫然地环顾着这间会议室，看到的只有即将崩塌的未来和下属们惊恐躲闪的目光。他奉为圭臬的纪律，他精心构建的秩序，在实实在在的业绩崩盘和顶级客户的集体背叛面前，脆弱得像一张进水的废纸。随后王总像一具被无形丝线操控的木偶，猛地冲出了办公室，甚至顾不上擦一下额头的冷汗和整理凌乱的领带。他疯狂地拨打我的电话，得到的只有关机的提示音。与此同时，我正在家里打着游戏，喝着快乐水，正打得兴起，突然一个电话打了进来。谁啊？扫兴！我瞄了下屏幕上是小区保安老李的电话，随后腾出一只手接通电话，带着不耐烦的语气：“喂，什么事？”电话传来小区保安小心翼翼的声音：“13，你现在方便吗？我这里有人要找你，他看起来很慌张，西装都皱了，额头全是汗，应该是有什么要紧事。”哦，有人找我。这2天我的手机都开了防火墙，能找到我家里来的，看来是真急了。哦，叫什么名字？我语气里带着玩味，一边在游戏里给队友发信号。我问了，名字叫王振华，你看他情绪有点激动，我在保安室拦着呢。原来是王振华啊，那个2天前还以工作纪律的名义开除我的新任副总，这可真是好戏。我刚想让保安老李直接把他轰走，电话那头突然传来一道焦急且带着哭腔的声音，直接打断了保安的话，声音很大，带着歇斯底里的绝望，穿透听筒，刺耳的传了过来：“小江13，求你了，你回来吧，能不能下来见见我？项目真的要黄了。”王振华的声音彻底失控，那种极致的悔恨和屈辱，隔着电话线都能清晰地感受到。我举着手机，停下了游戏里的所有操作，将手机拿到嘴边，平静地对着听筒说：“老李，你跟他说我在打游戏，没空。”随后我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将手机扔在桌上。开玩笑，公司不是茶馆，我更不是随叫随到的跑腿。我重新投入到游戏中。1分钟后，我收到了老李发来的微信：“江哥，王振华在楼下给你跪下了，围观的人太多了。”我回了个表情包，一个点赞的手势。那王振华居然舍得下面子，让我看看这好戏。随后我暂停了游戏，放下快乐水，穿上外套下楼。刚走出公寓楼的大堂，一眼就看到了中央花园广场上围着的黑压压一小圈人。保安老李正在焦急地劝阻。人群中央，王振华那张曾经威严的脸此刻写满了绝望和狼狈。他的西装外套扔在一边，双膝正对着我家的楼栋，重重地跪在冰冷的花岗岩地面上。“小江13，求你回来啊！”王振华猛地抬起头，看到我出现的那一刻，他眼睛瞬间亮了，他几乎是西行着向我移动了2步，完全不顾地面粗糙的实力磨蹭着他的裤子。“江哥，我错了，我对不起你。”他伸出手，试图抓住我的裤脚，声音颤抖得无法自已：“我收回我说过的所有话，你在办公室吃火锅都行。”我停在他面前3步远的地方，双手插兜，低头俯视着他，脸上没有一丝情绪波动。“你看看你走的
的这2天。王振华将一份被汗水浸湿的重新聘用合同摊开在地上，指着上面空白的薪酬栏，语气急切而慌乱。项目没有你，项目就要黄了。荣昌的王董，新源的李总，他们全部终止了合作，公司完了，我的职业生涯也完了。我给你股份，我给你项目分成，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只求你快点回去救场。我没有动，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仿佛在看一个在泥潭里挣扎的小丑。随后我淡淡的开口，声音不大：王总，你说的这些很诱人，火锅、股份、3倍薪水。我弯下腰，将那份被揉皱的合同用指尖轻轻挑起，然后又放了下去。可惜你迟了，你当初以为你开除的是一个不守规矩和快乐谁打游戏的员工，但你不知道，你开除的是公司80%的营收和100%的客户信任。随后我抬起手腕，看了眼时间，语气轻松：不好意思，我已经有公司了，而且我已经有公司以100万年薪找我了。我转过身，向公寓楼走去，只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王振华，你还是哪边凉快待去吧。我没有回头，但身后传来王振华彻底绝望的嘶吼和猛烈捶地的声音。13，江哥，你别走！最后，王总那绝望的跪求，并没能挽回任何东西。在我干脆利落的拒绝他之后，他失魂落魄的回到公司，面对的是集团董事会派来的专项审计小组、人力资源总监，他连收拾办公室的机会都没有，就被直接请了出去，停职接受全面调查。最终，王振华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合同诈骗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昔日西装革履的王总换上了囚服，在高墙之内回味他那些所谓的纪律和规矩去。王总这棵大树倒下 ，Jason 这等猢狲自然也难逃清算。公司立即与他解除了劳动合同，并因其试图泄露商业秘密的行为，向他提起了民事诉讼，索赔巨额违约金。同时，他在行业内的名声也彻底臭了，没有哪家公司敢再用这样一个既无能力又无操守的员工。最终灰溜溜的离开了这个行业，不知所踪。而我在新的公司提供的平台上如鱼得水，凭借实力，在3个月内就拿下了一个业内公认不可能搞定的顶级客户，一举奠定了新销冠的地位，100万年薪实至名归。